世界之大，为何全球的目光都在中国新疆？华尔街巨头纷纷押注新疆。新加坡2万亿资金主权基金董事长空降乌鲁木齐，这已是他连续2年踏足新疆考察。要知道，这帮资本大佬平时连华尔街的咖啡都得挑豆子，现在却盯着西北边陲反复考察，这波操作里藏的门道可太深了。更让人看不懂的是，最近新疆机场的商务机起降量同比涨了30%，希尔顿、万豪这些国际酒店巨头像闻到蜜糖的蜜蜂，在乌鲁木齐库车抢着拿地铺车。刚开工的希尔顿酒店直接砸了8个亿，光建设周期就长达26个月，建成后能带动500多人就业，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。这哪是盖酒店，分明是把真金白银砸向新疆的未来。今天咱们就扒透这场资本围猎，告诉你为啥下一个10年的风口可能真的在西北。先给大家上组硬核数据，保证颠覆你的认知。2025年新疆计划搞500个重点项目，总投资高达3.47万亿元，年度要花掉4069亿元，相当于平均每天砸11个亿在建设上。央企更狠，42家央企带着390个项目，1.5万亿投资进场。今年计划投的3867亿，比去年涨了36.6%，这力度比当年建深圳特区都不含糊。但比钱更说明问题的是人。当有些省份还在为人口流失发愁时，新疆去年直接冲进人口，净流入全国前3。乌鲁木齐房价才8000多一平，比很多内地县城还低。孩子高考分数线比老家低50多分，最关键的是月薪8000，招熟练电工都得抢，这待遇在东部想都不敢想。如果给你月薪1万加落户补贴加住房优惠，你愿意去新疆发展吗？评论区亮出你的选择。淡马锡这趟考察更是精准的可怕，人家压根不逛景点，直奔昌吉的国际融合算力中心和喀什自贸区。昌吉这个算力中心有多牛？规划算力直接干到1万批，相当于100万台高性能电脑同时运转。现在已经吸引了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等12家科研机构入驻。林文星在座谈会上专门问绿电成本，听到新疆光伏电价才0.18元每度时，随行的投资总监眼睛都直了。要知道新加坡的电价是这的6倍，这差距简直是用电自由和用电焦虑的区别。联想更狠，直接在哈密建了2万批的制算中心，搞出绿电加芯片加大模型的生态链，就等着吃这波红利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新疆为啥成了亚洲十字路口？新疆既不靠海也没港口，凭啥吸引这么多钱？这话放10年前没毛病，但现在游戏规则早变了。过去咱们靠海运做全球生意，可现在巴拿马运河堵船要等20天，苏伊士运河过一次要交100万美元过路费，马六甲海峡更是暗流涌动。这时候大家才发现，新疆这个亚洲心脏的位置有多香。给大家划个重点，新疆接壤8个国家，中欧班列60%的境外通勤量都从这儿过。一季度新疆货物运输量已经达到2.44亿吨，货物周转量748.79亿吨公里，同比都涨了6%以上。以后从中吉乌铁路走义乌小商品到欧洲，比海运快20天，成本还低30%。海运一个集装箱到欧洲要1.2万美元，中欧班列只要8000美元。这对电子元件、生鲜这些抢时间的货物来说，简直是生命线。阿拉山口口岸现在每天30列中欧班列进进出出，集装箱堆得像小山。古尔果斯的跨境电商保税仓，去年双11一天就发了28万单包裹到中亚，现在从新疆发快递到哈萨克斯坦，比从北京发海南还快。客户上午下单，下午就能收到，这效率谁不爱？更绝的是，新疆的交通大网计划现在在建10个跨境物流枢纽，未来5年还要新增5个机场。2024年，新疆机场旅客吞吐量已经达到4854.4万人次，铁路发送50797万人，增速全国第2。这哪是建交通，分明是在打造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。资本不是傻子，扎堆新疆根本不是碰运气，人家手里攥着3张王炸级别的王牌，每张都让沿海省份羡慕到眼红。第一张王牌就是新能源。截至2025年5月，新疆新能源装机突破1.3亿千瓦，占全区电力装机的60%，相当于3个三峡电站的装机容量。这里一年能晒3000小时太阳。建光伏电站跟种庄稼似的简单，
昌吉算力中心现在已经用了17亿度绿电，到年底新能源装机能到275万千瓦，能提供51亿度绿电。更厉害的是西电东送工程，新疆把0.18元每度的绿电卖到东部，直接帮长三角企业降低15%的用电成本。2025年1季度新疆发电量已经达到1361.20亿千瓦时，其中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。对高耗能的算力中心制造业来说，这可不是省小钱。一个 AI 大模型训练一次要1.2万度电，在新疆搞研发，电费直接砍半。第二张王牌数字金矿算力更是强悍的难以匹敌。昌吉国际融合算力中心搞出了绿电加科研加算力的新模式，单机柜年减排8吨标准煤 PUE 直低至 1.15， 比行业平均水平节能 30%。阿里、字节跳动都把西部算力需求往这儿转，他们还发明了算力期货，东部企业能提前预定绿电算力，既省钱又完成碳指标，这脑子太灵光了。哈密更猛，联想线的智算中心直接干到2万批算力，搞起了绿电加芯片加大模型加元宇宙的生态链。阿勒泰签了25亿的智算中心项目，北屯在建5500批的算力集群。未来5年，新疆要建10个超算中心。等这些项目落地，新疆就是中亚的数字心脏，啥卫星遥感数据、跨境物流调度都得靠它运转。第3张王牌便是民以食为天的粮食黑科技。别再以为新疆只有棉花了。2024年，新疆粮食总产466亿斤，全国排名升到第13位，单产1050斤，直接冲到全国第1。吐鲁番的葡萄甜度突破25度。哈密瓜单个能长15斤，得益于冰川融水和科学灌溉，瓜果品质一年比一年好。新疆棉更不用说，占全国产量90%以上，现在全是机械化采摘，一台采棉机一天能采200亩顶，200个农民的工作量。更牛的是农产品加工，以前卖原料，现在搞果酱、果干、精油加工，转化率超过70%，附加值翻了10倍。库尔勒香梨通过冷链48小时就能摆到东南亚超市，价格比国内贵3倍。这就是从卖资源到卖产品的升级。光有资源不够，政策红利才是催化剂。2025年7月1日，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正式实施，简直是给投资者开了绿灯中的绿灯。符合条件的企业所得税直接减按15%征收，比内地低10个百分点。工业用地按基准地价的70%卖重大项目，还能分期付款。最吸引科技企业的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75%，花100万搞研发，能抵175万的税，这相当于政府帮你承担40%成本。新疆还每年拿出不少于500万的外商投资促进资金，上半年自贸区就签了83个项目，总投资1200亿。其中30个是外资项目营商，效率更是拉满，搞了一站式服务平台，企业从注册到投产全在线上搞定。以前要盖20个章，现在最多5个章就能搞定。有个新加坡商人在喀什自贸区开跨境电商公司，3天就拿到营业执照，还能直接用人民币结算。他说比在东南亚做生意还方便。不过得提醒大家，政策红利虽好，得选对赛道。新疆重点扶持新能源、数字经济、跨境物流、特色农业这4个领域。有个河南小伙在乌鲁木齐搞光伏安装，去年赚了200万。他总结的特实在，在新疆做事踩对政策风口，赚钱比想象中容易。肯定有人说，资本大佬的游戏跟我们普通人有啥关系？大错特错，新疆的红利普通人照样能分一杯羹，关键是找对路子。现在新疆的光伏电站、算力中心、风电项目全缺技术工人，昌吉算力中心招运维人员，新手起薪8000，熟手直接开到1.5万，还包吃包住。还有就是跨境电商的蓝海市场，新疆跟中亚的贸易额每年增长30%，但跨境电商渗透率还不到5%，这就是巨大的机会。最后便是新疆的旅游业，2024年新疆接待游客突破3亿人次，花费3595亿，正在从旅游大区往旅游强区冲。但现在光靠看风景不行了，文旅加科技才是新风口。喀什古城搞了元宇宙游览，游客戴 VR 眼镜就能穿越到古代喀什吐鲁番葡萄沟，建了智能温室，游客能自己摘葡萄做果酱，体验感直接拉满。不过必须给大家提个醒，一定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，这是立足的根本。
别想着赚快钱，得做好长期扎根的准备。